近几年，新名词如同雨后春笋一般不断诞生，其中有些新名词是网络上热梗的总结，还有一些则是对社会现象的概括。就比如伪夫妻，乍一听这个词儿，大家是不是想到了影视作品中的伪君呢？其实，现如今中国的伪夫妻现象相当常见，而且按照目前的趋势，伪夫妻的数量还在逐渐增加。这些伪夫妻大多都是拥有合法的法律程序，不存在胁迫、威胁下自愿结成的夫妻。那么，他们明明是合法夫妻，为什么会被叫做伪夫妻呢？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我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了。什么是伪夫妻？伪夫妻大约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大多数发生在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的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越来越多，很多家庭都是男性进城务工，女性留在家里守着。男性去城市务工，这就无形中让夫妻之间的地理距离变远了。这些家庭一年也许只有新年可以团聚一次，剩下时间都属于两地分居。这就是俗语当中的守活寡。因为家境的原因，夫妻之间不能经常见面。虽然有夫妻之名，但是双方在大多数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度过。另外一种伪夫妻多发生于城市，夫妻双方都生活在一起，没有任何问题。但由于现在城市里的生活压力较大，让很多人在工作之余下班回家会感觉很疲惫，于是两个人都在沙发上躺着看手机，互相没有任何交流。甚至就算是双方已经离婚了，但还是住在一起，没有直接选择离开。这也是一种新型的伪夫妻现象。2020年，中国统计信息中心的一组关于社情民意的大数据显示，中国有将近10%的夫妇离异后仍然住在一起，其中70%是70后，80后不足20%。既然已经离婚了，但又没有分开住，那就说明双方还能够满足对方的某些需求，过着伪夫妻的生活，戳中了无数貌合神离的夫妻的痛处。那些苟延残喘的夫妻到底是为了什么？据婚姻专家研究发现，离婚不离家通常有几种原因，最常见的就是为了孩子，或许是怕影响小孩学习，也可能是小孩一时接受不了父母离婚的事实。然而，如果一对夫妻已经离婚且不可能复合，却为了孩子假扮夫妻，这样的做法其实相当不明智。言传身教的意义众所周知，父母的这一示范无异于在告诉孩子，当遇到不知如何解决问题时，就应该逃避、欺骗自己、欺骗他人。错误的思维模式里会留下错误的解决问题思路，这可能会影响他们一生。其次，就是对彼此还有爱意想复合，不过这种伪夫妻复合的成功率很小。大部分这样做的前夫前妻最终都走到不欢而散，甚至彼此仇恨的地步。毕竟，如果婚姻关系还能维持，怎么可能走到离婚那一步呢？除了城市中的伪夫妻之外，中国农村的伪夫妻现象其实更加常见。为什么农村的伪夫妻要大于城市？想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系统的分析。首先，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限，虽然现代社会发展很迅速，各行各业也都在大放异彩，但这一切美好与繁华几乎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对于农村来说，村民们面对的依旧是朴实的田园生活，生产活动仍旧是以种地、畜牧为主，几乎没有像互联网、新媒体、电子商务等社会主流行业以及相关的工种。如果选择留在农村，大多数人只能继续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这样的生活不仅收入低，难以满足现代需求，也会让人觉得乏味。其次就是婚恋习俗，感情基础较浅，相较于城市，农村地区在婚恋上的认知和做法更为传统。很多人结为夫妻的契机并不是彼此真心相爱，或者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水到渠成地步入了婚姻殿堂。他们的结合可能只是因为长辈的强制干预，毕竟在思想落后的农村，延续香火、结婚成家这样的糟粕思想始终是主流。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长辈这样做造成的结果就是，夫妻之间没有足够的了解和维系生活所需要的感情，很难产生共鸣。在感情淡薄的情况下，他们为了找寻自己想要的生活，自然会毫无顾忌地离开另一半，最后就是为了改善全家人的生活，给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有些伪夫妻本身也是感情较好的夫妻，但两个人的分离主要是为了把握更好的工作机会，不安于眼前安逸的生活，为了能有机会在更好的地方立足，让自己的孩子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条件，所以选择了分居生活。除此之外，伪夫妻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夫妻双方可能都有固定伴侣，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结合在一起。
有人可能要说，这不是对家庭不忠吗？事实的确如此，但这种伪夫妻的双方因为固定的伴侣不在身边，只能通过和其他人结合来满足需求。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在这份调查中，不少留守妇女都隐晦地表达他们的需求问题。一个人要是长时间处于压抑状态，自然会导致负面情绪不断诞生。这些留守在农村的男女，一方面要管教孩子、侍奉父母，另一方面又不能和妻子、丈夫享受生活。长期的压抑自然让他们烦躁、焦虑，有困境就会有欲望驱使，于是很多留守在家的男女就会寻找同样的人，开始短暂交往，互相扶持的生活。当然，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在默认不影响彼此正常家庭生活的前提下开始的。伪夫妻可以简单理解为露水姻缘，它的特殊之处是在维持原有婚姻关系的基础上，同为已婚的男女重新组成一个实质的临时家庭。婚姻的底线是忠贞，很显然，伪夫妻不符合婚姻道德的要求。然而，很多人对他们的露水姻缘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因为他们的行为介于生存与人类基本需求之间，这就为伪夫妻蒙上一层朦胧的灰色。如果过于强调婚姻道德，那么会重伤人类的基本渴望。要是肯定伪夫妻的正当性，又有悖于婚姻道德，实在是个两难的问题。当然，虽然这种搭伙的伪夫妻在农村数量不少，但他们基本都是在偷偷摸摸的状态下进行。毕竟，农村的伦理还是存在的，一旦事情败露，那就是身败名裂的下场。这种现象的发生，对于农村的很多男女来说，无异于一种悲剧，因为这会引发很多连锁反应，小到家庭的破裂，大到社会危机问题，对于留守妇女和外出打工男人们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考验。面对这种问题，还需要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等多方面努力。毕竟，构建和谐社会并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还应关注这些背后的深刻问题。但不管出于怎样的目的，这种伪夫妻与出轨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在任何一段婚姻关系中，如果有一方出轨，都很难继续下去。上车容易下车难，对待婚姻一定要谨慎而忠诚，对待家庭也要有责任感。当选择组建伪夫妻那一刻，他们无疑已经将原有的家庭撕碎了。为了一时的欢爱，破坏掉一个甚至几个家庭，又何尝不是一种罪？想要解决伪夫妻现象，政策和观念上应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缓解伪夫妻家庭的困境。家庭关系需要建立平等和谐的基础，政策层面需要保证女性家庭成员的权益，同时现行法律政策应增加对异地、异居家庭和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保护，加强对留守子女教育的关注与支持。更进一步来说，应全面推进婚姻法改革，增加对异地、异居及非传统家庭的保护，从生存压力、家庭观念、法律政策以及社会进步等多个角度出发，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伪夫妻家庭的困境。总而言之，伪夫妻现象的出现是劳动力和传统家庭结构相矛盾而造成的。这种现象带来不少的不良影响，比如对夫妻感情的破坏，或者社会资源的消耗。想要彻底根治这种不良的现象，还需要我们确立正确的婚恋观念，引导人们树立真正追求幸福的婚姻观念，才会让这种现象消失。好了，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